Hello， 我是鱼竿。今天呢，想跟大家小小的显摆一下，我为自己这个春夏季准备的几款非常好看且好穿的鞋子。它们呢都是平底鞋，而且呢都是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国产品牌。每一款鞋子基本上都是1、200，就学生党也完全可以驾驭的那种。今天呢就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本期视频呢没有任何的广告，是我本人的一个纯分享，请大家放心食用。那我们就赶快开始。第一款呢是回力的一款2021年的春季新款，它的这个配色是第一眼非常吸引到我的。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小白鞋，它乍一看就给人一种非常复古的感觉。它前面的鞋头呢是有一块比较大的，有一点像这种皮质的蓝色。它的回力的标上还会用那种蓝色的细线给它勾勒出来纹理，包括前面的鞋头上面这种灰色绒布上也都会用蓝色的细线再缝上一层纹理，包括鞋后跟这里也都是运用了相同的就是蓝色线勾勒，整体就真的那种复古的感觉就非常的浓，而且它整个鞋的面料的拼接感觉也非常的复古。鞋头的这一部分呢是有一点点灰色的，有一点像那种反绒布的那种质感。整个鞋身白色的部分呢就是那种布料的质感，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穿那种帆布鞋的感觉。整个的鞋非常的轻薄，春夏穿的话肯定是那种不闷脚不捂脚的类型。鞋头是一个圆头的设计，如果你的鞋码选的合适的话，即使你的脚稍微有一点点肥嘟嘟的，稍微有一点宽，这种圆头的设计也不会那么的挤脚。鞋跟是比较柔软的，就不太会磨脚。当然如果你去登山的话，或者是做一些专业的运动，还是要买专业的运动鞋啊，这款还是更偏向于一个休闲鞋。这款鞋呢，我花了130块钱，从它的颜值、性价比还有舒适度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下面的这双呢，也是回力的一款运动鞋，它的鞋型啊，更像是那种老爹鞋的鞋型。这种鞋型最吸引人的点是它穿起来会显高，尤其适合个头比较娇小的妹子，就比如说像我这种的，穿上它就立马视觉上增高了好几厘米。它的配色呢也有好几种，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紫色的，它是那种香芋紫，多了那么一抹温柔的感觉。鞋头呢是有一点点橘粉色的一个小点缀，包括它这个接近后跟的部分也是有一点点橘粉色的点缀。它跟刚刚这款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鞋底啊会更加的就是刻的这个纹理会更深更密一些，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爬山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的话，可能这款鞋就更适合你。那之前的那一款就更偏休闲一些，它的防滑能力可能就摩擦力啊什么等等就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这款鞋呢也有一些小的缺点，就是它穿起来会稍微有一点闷脚，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穿它会觉得有点热，但是春季穿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真的是非常适合搭裤子的一款鞋。你如果穿着这双鞋再穿一个长款的牛仔裤，哇，那你的腿就立马显得很长。这款鞋呢我是花了139拿到手的，真的很不错。接下来的这双呢，仍然是回力的一款帆布鞋。大家说啊，怎么都是回力的？没关系，下一双就不是了。它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颜色，因为我之前买帆布鞋都是那种经典的黑白色系，主要是我觉得黑白呢就是比较的好搭衣服，然后不会出错的那种，但是呢就也会有一丝的乏味在里面。我看到这个颜色的帆布鞋之后就立马心动了，它是一个豆沙色，这个豆沙色是比较偏暗的那种颜色，所以就感觉比较的低调，又比较的特别，然后又不会很夸张，然后又很好搭衣服。底下鞋底的部分还有一点点这个米色和这个豆沙粉色的一个渐变的效果，也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但这款鞋子有一些小的缺点，就是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或者是脚面比较宽的妹子谨慎入这款，因为它穿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挤脚，因为它整个的鞋的四周是比较的硬的。因为我的脚是比较瘦的，所以我穿的时候感触不是很深，但是有一点凡尔赛了是吧？如果你穿这个鞋的话，穿那种特别矮短的船袜，在初期穿的时候肯定是会磨脚的。你可以先穿稍微长一些的袜子，然后磨合一段时间，磨合服帖了，然后就不太会磨脚了。这款鞋我花了109块钱，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穿厌烦了那种黑白帆布鞋的话，这款鞋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前面3款呢都是回力的鞋，总体来讲我是非常满意他们的性价比以及喜欢他们的样子的。但是我也想稍微吐槽一下回力鞋子的缺点，因为我这3双鞋当时都是来自于网购，然后它邮寄过来的时候那个鞋盒真的是破烂，但是打开之后我收到的鞋子还都是比较好的，然后里面还是没有什么污渍或者是破损的，就是那个鞋盒会让你感觉这个是一双新鞋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鞋子收到之后都是会有一些味道的，还是需要到通风处晾晒几天之后再穿，我的建议是这样。接下来这双呢是李宁的一款小白鞋，这款小白鞋我为啥非常喜欢呢？乍一看是那种很简约很简单的款型，但是鞋后跟这一点点点缀，还有它这个小标的这个点缀，真的就让这个鞋一下子感觉就是亮眼了起来，但是又不会很夸张的那种亮眼。它的这个配色啊是那种你说它蓝不蓝也绿不绿的那种很清新的那种颜色，
整体的鞋身呢是白色，然后鞋底呢有一点米色，搭配起来你就觉得它简约中又不失精致，我就非常的喜欢。它穿起来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校园风的气息，会让你感觉穿起来很乖，就是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学生的感觉的。这双鞋呢还有一个同款的男款，大家可以跟自己的男票搭配成情侣鞋一起穿。然后男款的那个呢设计什么都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配色是更偏深一些的深蓝色。这款鞋呢就是会比回力的那几款稍微贵一些，它是198一双，但是我觉得也算是相对平价的，大家学生党也可以 cover 的一个价格。最后一款呢是安踏的一款跑步鞋，这款跑步鞋是今天全场最贵的一款，我花了229买的这一双，但是这一双是今天全场最舒服最轻的一款，所以我觉得它是值得这个价格的。这个鞋就是那种超轻的跑步鞋，我之前其实是不太喜欢买跑步鞋，因为我觉得跑步鞋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我那个学生时代是比较丑的大部分的设计，但是现在的跑步鞋真的设计的很好看。你要说什么？你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那个亚瑟士那种跑步鞋的那种造型，就是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吧？没有，他们现在还是那样的设计。专业的人看，牛逼，但是不专业的人会觉得哇，好丑。就是这种鞋，它虽然是跑步鞋，但是你平时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日常通勤或者约会，然后穿出门，就是它兼顾了跑步鞋的优点和好看的优点。你从侧面看是能够看出来，它有一些像是那种波浪形的一个纹理。然后你看它这个鞋的背面，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我晚上睡觉枕的那个乳胶枕，你知道吗？它上脚之后真的超级舒服，它这种设计会让你感觉你每走一步都有一点点微微弹的感觉。而且这个鞋我感觉，比如说你要去郊游，或者说你出去跟别人去血拼逛街，我觉得它能让你刚一天。非常的软，然后包括它的鞋底，所以你即使是脚稍微有一点点胖乎乎的妹子，也是完全可以驾驭的。然后这款鞋呢，我买的是一个 baby 蓝，然后 baby 粉的一个配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新，很温柔的一个配色。鞋跟部的这个安踏的标也是小小的一个标，就不会让你觉得很夸张。他们还有一个配色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在这个偏向于鞋后跟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比较浅淡的蓝紫色的一个搭配。当时我真的是犹豫再三，然后买了这一款。我觉得现在的就是这些国货品牌真的还是挺优秀的，因为它能够在很好的控制一个价位的前提下，然后又把鞋做的非常的好看，比较的舒适。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代表了我们国货品牌的一个进步吧。想想我上中学的那会儿，如果想买一双比较舒适耐穿，然后又稍微好看一些的运动鞋，可能动不动就要300-400起步了。如果你们也有一些什么穿过的又好看又舒适、性价比又高的鞋的话，一定记得在评论区里面安利给我，因为我最近好像就是被这波鞋给洗脑了。我就觉得啊，又便宜又好看的鞋，这么香的鞋，怎么能不买呢？就是这种感觉。那就希望我们互相种草，多多种草，拜拜。